投资股票的过程，我想各位最怕的就是选错支股票啦，或者是说你看错股票的趋势及方向。所以说今天呢，这集要带各位一起来学习到底要如何选出一支好的股票。Hello， 大家好，我是 Kyle， 欢迎来到我的频道。这个频道专门是为一些不想花太多时间读完一本书的人而设计的。那我每个月会分享一本好书，那你只要花10分钟的时间呢，就可以获得书中的一些有价值的知识。那如果你喜欢的话，请再多多订阅、分享及支持这个频道啦。好，那股票市场里呢，有成千上万的间的公司哦，那到底要如何挑选出具有潜力的成长的股票呢？今天大致上我会分2个章节来跟各位分享。那第一章节如何挑选出好的潜力股，第2章节投资的心态。今天我在这边提供了一些方法给各位来参考。那这本书是以中长期的角度来建议各位哦。那如果说你是短线的交易者的话呢，其实或许你可以多关注一些第2章的股票的心态。好，首先大家一定要来了解以下2点。第一点，什么样的股票是长期能够成长的呢？答案就是趋势。趋势是一种不管你喜不喜欢，你都要去接受的一件事情。尤其你是投资中长期投资的人，选对方向跟趋势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关键的点啊。第2点，作者提到一个致富的公式，就是基本面好转加低价位加长期投资。其实这个公式就是2个元素组成的啦。基本面好转加低价位呢，就等于是被低估的潜力股哦。那长期投资呢，就是等于心理素质哦。那要如何挑选出潜力股呢？我觉得呢，第一，你必须要先找到一个市场跟趋势哦，那必须这个市场跟趋势是要能够持续发展3年以上。第2，你挑的这间公司跟股票，这间公司的技术呢，要高哦，那进入的门槛也相对比较难，比较高哦。那这样子的话呢，你条件设定比较高的话，自然而然在这个产业里面呢，就它的竞争者就会比较少啦哦。而且呢，这样子的公司在这个他们的市场领域呢，就会有自己的一个独特的一个市场哦。第3，公司的产品的应用率能扩大，意思是说，一间强而有力的公司呢，他们的产品呢，绝对是能在这个市场上有利基点的，而且呢，他们会不断的去研发新的产品，这样子才能确保他们在未来的市场上能够持续的发展下去跟生存下去。另外呢，如果我们从公司的角度来看的话呢，各位必须要去留意以下几点哦。第一个，市占率、技术面跟规模面哦。比如说台积电的一些专利的研发的制程的技术哦，跟还有就是说其他公司的，比如说通路啊等等哦，这些都是可以去关注的。第2呢，营收比重。如果你看到一间公司的营收跟这个市场的趋势是成一个正比的话，那就是说明说这间公司在未来是有搞头的啊。另外呢，从财务的角度来看呢，其实你应该也要去关注一下财报。虽然说你不需要去了解所有财报里面的一些资讯，但是呢，你务必要去了解以下这几点的在财报里面的资讯哦。第1个，营收成长率；第2个，毛利率；第3个，净利成长率。这3点都是在说明说这一间公司是否有没有在成长，跟它有没有在持续的在赚钱哦。最后呢，还有一点各位也需要去注意一下，就是本益比。一般来讲大家都会说本益比越低越好啊但其实不能完全这么讲作者在这边有提到说，他建议有另外一个种方法叫做本益比未解法。
我想大家可以去研究看看什么是本益比未接法，我在这边就不再多说了哦。好啦，那最后呢，我想各位呢对于选股的策略都会有很多的想法。那其实不管用什么样的方法呢，我觉得只要你觉得 OK 可行就可以了哦。那以上的分享的内容也让各位的多一种参考哦。那希望呢对大家是有帮助的。那我这边也有一句话想跟各位分享，投资前你可以问问看自己我买进的理由还在吗？今天不管你要做什么投资也好，你应该要问问你自己这句话，因为这句话会让你去审视更多的问题、更多的细节在这边跟大家分享。第二章节，股票的心态。心态一，学习稳定的心态。投资的关键就是心理素质要稳定。投资其实非常容易，但要长期的稳定的获利，门槛是非常非常的高的也是大部分的人做不到的事情那大部分的人会离开股票市场的话，是因为呢都是赔了一大笔的钱，或者是破产了而离开股票的所以说这一点呢，大家要多多去注意所以说投资是在考验一个人的心理素质和观念，因为呢这才是真正能让各位致富的一个关键心态二，投资要有耐心。顶尖的投资者一定都会有一个共同点，那就是耐心。因为呢，耐心等待股价有所反应，是投资中最基本的，也是最困难的一门功课啊。心态三，赚钱不要过度自信。投资过程中你一定要保持适当的资金做长期的投资，这样子才能确保未来突发的一些风险跟意外呢，这样子你才可以去应变那另外呢，这边有一点也提醒各位是说，投资时呢，你务必要去控制好杠杆的风险。杠杆可以使人致富，但也可以毁掉一个人的人生。所以说，请好好的控制这个风险吧。心态四，学会复盘。复盘最大的目的就是要认清自己啦，并从过去去学习你赔钱的经验为什么会赔钱，为什么会赚钱，这个部分你都要去知道。想要让自己的交易更上一层楼的话，你都要很清楚你每一笔的交易到底是什么原因而发生的还有就是说，你也会知道说，是否你在这个过程，在操盘的这个过程当中，你是否有没有做错一些错误的决定这些都是复盘的目的。好，那最后呢，想跟各位说的是说，其实投资跟赌博其实就差在这个一念之间如果说你能把投资变成一件很无聊的事情，就比如说像日常生活的做某一件事情，抱持着这样子的一个心态，你的投资呢策略呢才能够走得更长久。希望呢今天的分享对大家有所帮助不管未来你是要做投资股票也好，或是说投资其他东西也好，我想这些都是用得到的好，那如果你喜欢我今天分享的内容，那再请多多订阅、分享及支持这个频道啦。那我们就下本书见喽，拜拜。